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还好来得及时，再晚一步，医生拿着检查报告无奈地摇着头。李师傅常年在工地干活，多年来他一直身体不错，除了平时吃饭太快的时候偶尔会胃疼以外，就没有别的问题。前2天李师傅在午饭后发现自己的身体异常不适，还出现了胸闷症状。当天下午他就请假回到了宿舍休息，吃完药睡一觉之后，症状依旧没有缓解，甚至还出现了低烧。正巧那会工友们都下班回到了宿舍，李师傅整个人跟霜打的茄子一般，但好在还有意识。李师傅跟工友说自己头皮发麻，眼前发黑，一行人将他送到医院检查，原来李师傅竟然患上了脑梗塞，好在送来及时，经过抢救已经脱离了危险。医生在了解过往史的时候发现，李师傅多年来一直生活习惯不太好，白天在工地的时候吃饭都是随便的搪塞几口，晚上下班后经常跟3两工友去吃顿好的，下馆子的时候自然也免不了喝上几口。每天这种不规律的生活给李师傅患上脑梗打下了基础。脑梗死是一种危及生命的脑血管疾病，它会导致脑部缺血缺氧，造成神经功能损伤甚至死亡。据统计，我国每年有250万新增的脑梗患者，平均每12秒就有一个确诊脑梗，平均每21秒就有一个人死于脑梗。数据显示，1990年至2017年近30年间，中风一直高居中国居民死亡原因的榜首，情况不容乐观。而且脑梗的发病年龄也越来越年轻化，不少中青年人也成了脑梗的受害者。那么为什么中国脑梗死患者越来越多呢？除了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的危险因素外，还有一个我们可能忽视的原因，那就是饮食习惯。你知道吗？厨房里这3种调料如果滥用或者是过量食用，可能会成为脑梗的帮凶。它们分别是什么呢？1. 脑梗来临，身体会通风报信，4大症状别忽视。在脑梗来临之前，身体会发出一些异常的表现。在脑梗来临之前，身体会发出以下这些异常的表现，及时抓住这些信号，或可救自己一命。1. 突然眩晕。脑梗会导致脑供血出现不足，脑干小脑的平衡神经也会受到影响，会引起患者出现眩晕症状。2. 突然失明。临床上不少脑梗的患者自述，在发病前有突然失明的表现，具体表现为突然一只眼睛看不见，几分钟后恢复正常，或者是一过性的失明。3. 四肢麻木。当颈部动脉供血不足时，会导致大脑皮层前后回流受阻，患者的肢体末端会出现供血不足的情况，具体表现为四肢麻木、无力，部分患者还有口歪眼斜、面部麻木症状。4. 步态异常。人体众多的神经血管都分布在双腿，脑梗塞会使偏侧肢体出现活动障碍，侧肢体因腿部的肌肉萎缩，缺乏了支撑力量，行走时迈步像在画圈，两边的膝盖贴在一起，走路姿势从背后看像一把剪刀。出现这种步态异常，警惕是脑梗塞的征兆。2. 脑梗塞高发，厨房里的3种调料滥用或是帮凶。你知道吗？脑梗的发生和我们日常常见的几种调味品的滥用之间也有着很大的联系，或可以说脑梗与吃息息相关。这些调料就是油、盐和糖。那么它们为什么会成为脑梗塞的帮凶呢？我们来看看科学的解释。1. 油。油是我们烹饪中必不可少的一种调料，它可以增加食物的香气和口感，也可以提供人体所需要的脂肪和能量。但是油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摄入过多或者是使用不当，就会对我们的血管造成了损害。首先，油中含有的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这2种脂肪酸都会增加血液中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俗称的坏胆固醇。
这种胆固醇会在血管壁上形成了斑块，导致血管硬化、狭窄、阻塞，从而增加脑梗塞的风险。其次，油在高温下会发生氧化变质，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如过氧化物、自由基、丙烯酰胺等。这些物质都会损伤血管内皮细胞，引起炎症反应，促进血栓形成，也会增加脑梗塞的风险。因此，我们在日常饮食中要控制好油的摄入量和使用方法。一般来说，每天摄入的油量不要超过25克，尽量的选择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的植物油，如花生油、玉米油、菜籽油等等。同时要避免重复使用油，或者是吃油炸、煎炸等的高温处理过的食物。2. 盐。盐是我们烹饪中最常见的一种调料，它可以增进食物的味道和风味，也可以提供人体所需要的钠盐素。但是盐也是一种隐形的杀手，如果摄入过多或者是滥用盐类的调料，就会对我们的血压和血管造成很大的影响。首先，盐中含有大量的钠离子，钠离子会导致体内的水钠平衡失调，使得体液容量增加，从而增加心脏负担和血压。高血压是诱发脑梗最重要的危险因素之一。其次，盐中含有的氯离子，氯离子会与血管壁上的钙离子结合，形成钙化斑块，导致血管僵硬、变窄、变硬，从而降低血管的弹性和通畅性，也会增加脑梗的风险。因此，我们在日常的饮食中要控制好盐的摄入量和使用方法。一般来说，每天摄入的盐量不要超过6克，尽量的减少吃咸菜、腌制品、酱油、味精等含盐量高的食物。同时要多吃一些富含钾元素的食物，如香蕉、土豆、西瓜等。钾元素可以帮助排出多余的钠离子，降低血压。3. 糖。糖是我们烹饪中也常用的一种调料，它可以增加食物的甜度和风味，也可以提供人体所需要的碳水化合物和能量。但是糖也是一种甜蜜的毒药，如果摄入过多或者是滥用糖类的调料，也会对我们的血糖和血管造成很大的影响。首先，糖中含有大量的葡萄糖和果糖，这两种单糖会迅速的被人体吸收，使得血糖水平急剧的升高。高血糖会导致胰岛素分泌失调，引发糖尿病。糖尿病是诱发脑梗最重要的危险因素之一。糖尿病会导致血管内皮功能障碍，促进动脉粥样硬化和血栓形成，也会增加脑梗的风险。其次，糖中含有的果糖，果糖会在肝脏中转化为甘油三酯和尿酸，过多的甘油三酯会使血液中的中性脂肪值就会升高，形成高甘油三酯血症，从而引发一些重大疾病。另外，甘油三酯过多本身也会使血液更浓稠、更易于凝固，使得动脉硬化进一步的恶化。动脉硬化若发生在心脏血管，那么就会引起心绞痛、心肌梗塞；发生在脑血管就会引起脑梗塞、脑栓塞；发生在肾脏血管，那就会引起肾硬化。尿酸盐也会与钙离子结合，形成尿酸钙结晶，这些结晶也会沉积在关节或者是肾脏周，引发痛风或者是肾结石。这些疾病都会影响血液循环和血管通畅性，也会增加脑梗的风险。因此，我们在日常的饮食中要控制好糖的摄入量和使用方法。一般来说，每天摄入的糖量不要超过50克，尽量减少吃甜点、饮料、果汁、蜂蜜等含糖高的食物。同时要多吃一些富含纤维素和维生素的食物，如全谷物、豆类、蔬菜、水果等。厨房里的这3种调料油、盐、糖，如果使用不当或者是过量的使用，可能会成为脑梗的帮凶。它们会影响我们的血压、血糖、血脂等的指标，从而损害我们的血管健康。因此，我们在日常的饮食中要注意的控制好这些调料的摄入量和使用方法，遵循一个健康、均衡、适量的饮食原则。其次，建议在身体允许的范围内适当的进行运动。中老年人可以选择散步、慢跑或者是打太极拳等相对舒缓的运动。运动一定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
不要勉强自己过分的进行运动，这样对健康反而不利。中老年人在晨起时要注意不要猛地起身，要给予大脑一个缓冲的过程，避免起身过猛引起头晕等的不适症状出现。日常也要注意保持稳定的情绪，不要急躁易怒。感觉情绪不稳定时，可以尝试跟人倾诉，或者是出去走走。脑梗是严重威胁中老年人生命安全的疾病，很多时候它并非无迹可寻，一定要警惕脑梗早期可能出现的症状，并及时进行干预。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预防脑梗的有效方法。为了健康，管住嘴，迈开腿，从现在起行动起来吧。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